了解我的人可能知道，老李现在正在开发一款2D 像素风格的半回合制放置 RPG 游戏。这款游戏暂时定名叫做老李的放置英雄。起名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我的起名一直是一如既往的很烂。不过不关键啊，和以往来制作歌多教程的 demo 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将会尽可能的将这款游戏完成并最终上线。我想这将会是一个最佳实践。特别是对于贯彻老李我一直传达的自己在于游戏设计和游戏开发方面的一些理念，老李的放置英雄这款游戏的框架在现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结合这款游戏的实际开发经验，来聊一聊老李我对于独立游戏的设计理念，以及自己在开发过程当中的一些设计思考，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所收获。各位同学，各位独立游戏开发者，大家好，我是老李，一位独立游戏制作人。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独立游戏设计理念：简化设计，快速迭代。这是一个追求简约但并不简单、深入但并不泛滥的设计哲学。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大家记得一键3连，先赞后看，养成好习惯。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这一期视频的内容吧。这里先对这个项目做一个简介啊，在这款游戏里边，玩家可以控制多个角色，那么每个角色根据不同的种族、职业，当然就会有不同的属性和不同的技能当然了，也会有不同的装备的需求。玩家需要通过合理的角色构筑来战胜更困难的敌人，提高放置的产出效率。这也是一个常规的放置 RPG 应该有的内容。所以听完我的描述之后，大家觉得这款游戏的核心玩法、核心机制是什么呢？是基于行动条的半回合制战斗系统吗？还是丰富的角色养成机制？其实两者都不是。其实这款游戏的核心机制是角色的构筑玩家通过搭配不同的角色形成独特的战斗组合，而战斗系统只是为了角色构筑来提供反馈的途径，而养成机制也是为我们角色的构筑的深度提供具体的操作手段。简而言之战斗系统和养成系统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想明白了这一点，在设计这款游戏的核心循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抓到侧重点。Nice。明确自己的目的是独立游戏开发者制作游戏的核心，也是一个大前提，否则我们一切的行动都将是盲动。这种迷茫会在我们游戏开发的过程当中被逐步的放大，最终很可能会导致我们放弃这个项目的开发。放弃这个技能。相信很多已经动手开发自己的独立游戏，并有过弃坑经历的同学，应该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呢，明确了核心玩法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去思考如何的深化核心玩法。独立游戏开发者应该将绝大部分的精力、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核心玩法上面，这个是成功的关键。回到我们老李的放置英雄这款游戏里，我们不打算去设计更复杂多变的战斗系统，这可能不是我们短期内能够应付的。而且也考虑到老李我曾经的从业经验，那么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商业游戏的数值策划，因此呢，我会更倾向于在这款项目里边去设计一个相对复杂的数值系统。这里我想跟大家表达的是什么呢？大家在设计开发自己的独立游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扬长避短说回到这款项目里面，那么战斗就被我简化成为一个带有表现性质的数值验证的部分，因此我们放弃了大部分的策略深度。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忽略掉或者暂时忽视掉游戏当中的敌人的设计，或者是一些 BOSS 战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战斗玩法的具体的规则设计，而将全部精力再次收缩到关于角色的属性设计、技能差异这些内容上。所谓的将整个游戏的战斗简化为数值验证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将游戏里边的技能或者战斗组合等等这些手段，它们不再是一个战斗过程当中的策略选择，而单纯的是对游戏里边角色数值的放大作用。理解了这一个概念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对整个游戏的系统进行简化和深化。
这样一个方式，从玩家的角度来说，我也认为它可以在我游戏既定的生命周期之内去满足我们希望的游戏体验。所以我们明确了老李放置英雄这款游戏的核心玩法，以及如何去深化、如何去深挖它的核心玩法。下一点就是我们尽可能的简化外围的系统，依然是拿老李的英雄放置这款游戏来举例子。我曾经在这个项目刚开始创建的时候，就考虑去实现一个城镇系统。那么这个城镇系统可以引入模拟经营的元素，这似乎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模拟经营的元素天然的、天生的就和放置游戏结合得更紧密，而且我们也可以将更多的功能模块收纳在城镇系统里边。比如说角色的获取可以在酒馆里边，而装备的获取可以通过类似于铁匠铺、裁缝铺等等的这些商铺。那么模拟经营的元素可以通过升级这些建筑物来解锁更多的功能。怎么听起来那么像有一个放置游戏叫做龙牙，是吧？这款游戏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当我跳出上述这种惯性思维，尝试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再一次的思考，上述这些在我的游戏里边是必须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并不是必须要有酒馆才能够获取角色。如果我们的原则是简化游戏的设计，那么开宝箱可能会是一个更直接的角色获取方式，而装备的获取则完全可以通过战斗胜利之后的结算之后的掉落奖励来获得，甚至我角色天生就是自带的在角色不需要去替换、不需要去更换装备，都是可以的。而且另一方面，从玩家的游戏体验考虑，你也会发现过度复杂的系统可能会分散玩家的注意力，太复杂了，干扰玩家的核心游戏体验。很多新人独立游戏开发者可能会跟我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核心机制的深度，而把精力花在了没那么自洽的各种系统的疯狂的堆砌上，并寄希望于这种堆砌能够获得一个我们开发者自己在最开始都不清楚的游戏体验。所以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呢，我就赶紧让自己的想法刹车。整个开发过程大部分的时间，我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提醒自己要专注于核心玩法，避免受到一些外围的系统的干扰。当我产生了一些想法的时候，我不会急于去实现它，而是将它列在我的小本本上，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思考这个系统在我当前这款游戏里面是否是必须的，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它划掉。无论是从现实意义考虑，还是对自己的游戏负责的态度，即使是一个个人游戏开发者老李认为也应该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就想清楚我们的开发周期，当然了，也包括我们投入的成本和预期的收益。我们制作的游戏、制作的内容，最终当然是要见人的，更进一步的说是要产生收益的这对于我们独立游戏开发者在这条路上面建立良性的循环，能够走得更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非常需要在制定开发任务的时候将我们的开发任务制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很多的新人开发者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估计了开发难度，这可能会需要更多的经验的积累。当然了，这个也是我们在过去乃至未来长期的老李我这个频道教程内容要跟大家反复探讨的。你有病！不管怎么说，从主观上我们依然要去考虑如何将我们的开发内容安排在一个合理的我们自己能够应付的一个范围之内，保证游戏能够在我们预期的时间点交付合适的版本。尽快的和玩家见面，并且开始宣传，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老李的英雄放置这款游戏还没有开发完成，我不就已经用现在这种开发日志的形式宣传了吗？厉害！所以个人独立游戏开发者需要更强的自驱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推荐大家，即使是个人独立的开发，也使用一些版本控制工具或者是项目的管理工具。那么我尝试，并且之前也分享过，使用 Git 的问题模块来管理我当前这个项目的开发任务。关于这部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我们后续可以考虑安排专题来讨论。你有病！如果我们严格按刚才所说的这个方式去设计并开发了我们的游戏，那么在未来，当我们按照计划完成老李放置英雄的 MVP 版本也就是最小化的产品原型的版本开发之后，
我将会快速的发布，并且收集玩家的反馈。这是我们迭代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步。个人开发者在漫长的游戏开发过程当中，实际上是非常容易跑偏的。这种跑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纠错的机制，测试就是难得的纠错机制。测试的时候，通过玩家的主动的反馈，或者我们被动的收集数据这些手段来获得非常宝贵的反馈数据。关于如何获取反馈数据这一部分，我们今天也不展开来讲吧，还是留给后续来用专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来用专题和大家讨论。牛逼！给予玩家反馈，并且不断的迭代优化我们游戏的细节，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玩法的闭环。多个阶段的测试反馈能够让我们在设计上更加清晰。说了这么多，是时候来做一个总结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是很久之前我听说的一句话。今天为了录这期视频，我特意查了一下，这句话最早应该是一个叫做威廉·奥卡姆的人说的。他是14世纪的英格兰逻辑学家和方济各会的修士。这句话的本来含义是说，在解释任何的现象的时候，不应该无谓的增加更多的假设或者是实体。如果一个理论或者解释能够用较少的假设来解释，那么它就比那些更多的假设的理念更加的接近真相。简而言之呢，这就是一种追求简单化和经济性的方法论的原则。在独立游戏的设计方面，老李同样想强调简化的原则，这有一定的相通性。简而言之呢，我希望同学们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简化复杂性，聚焦核心内容，同时也要注意效率优先，避免过度的设计通过快速迭代来保证我们的游戏最终能够落地。我相信通过我上述所介绍的设计理念，能够让大家的游戏有更大的概率和自己的玩家见面。那么我们也可能创造出既简洁又深刻的独立游戏体验。感谢大家的观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即将推出的游戏。我是老李，一个游戏人，除了游戏我也不会别的。如果你对于我的设计理念感兴趣的话呢，或者是有任何的想法和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认真阅读每一条反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加油，拜了个拜。